歡迎收聽空中哲學頻道。今日我們要回到古希臘，讓柏拉圖帶領我們來面對 AI 的挑戰，由人工智能過渡到自然智慧。您可能今天早上才剛打開手機，用某個人工智能工具幫您回了一份棘手的電子郵件。是的，或者用它生出了一份超級完美的專案架構。沒錯，答案越來越完美，效率也越來越高。但是不知道您有沒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當這些完美的答案不斷湧現的時候，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理解能力似乎反而正在退化。這真的是現代人很普遍的感受。對啊，我們心中的資訊焦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被一種快要被資訊海嘯吞噬的窒息感給取代了。所以，歡迎來到今天的深度探索。我們今天的任務不是要跟您談什麼演算法啦，或是晶片運算力。那些硬核的科技話題，我們今天先放一邊。沒錯，我們是要幫助您在不被資訊淹沒的情況下找到出路。為此呢，我們邀請到了一位非常特別的來賓。這位作者深入研究了柏拉圖的思想，並試圖用2000多年前的古老智慧來解開我們現代人的科技困境。歡迎您加入我們。謝謝，很高興能來到這裡，也跟所有正在收聽的聽眾朋友們打聲招呼。其實，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一直試圖去拆解一個看似非常矛盾的現象。矛盾的现象，您是指什麼？就是說，為什麼人類現在掌握了史上強大的知識工具，卻在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迷失呢？我們發現這個現代問題的解答，其實非常精準地藏在古希臘的哲學框架裡。說到柏拉圖，我們很多聽眾應該都不陌生了。但老實說，大家對他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那些比較抽象的層次，像是高高在上的理型，對吧？对，聽起來就像是某種學術象牙塔裡面的空談。但是你在書裡面主張，柏拉圖的思想不僅不是空談，反而是我們今日用來定位人工智能、駕馭它，甚至喚醒人類自然智慧的終極導航指南。沒錯，這正是我們團隊想要傳達的核心。那我們就先從定位開始吧。畢竟要駕馭一個東西，總得先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嘛。如果用柏拉圖的寓言來定義，今天的人工智能究竟屬於什麼位階呢？這個問題問得很好。要精準定位人工智能，我們首先必須釐清一個在哲學普遍中很常見的誤區。許多人以為柏拉圖是個死板的二元論者，就是把世界分成完美的跟不完美的兩半嘛。大家以為他把世界硬生生切成完美的理型界和糟糕的現實界。但在我們的文本分析中，柏拉圖的思想其實具備着高度動態的層次。這當中有兩個極為關鍵的概念必須區分開來。哪兩個概念？第一個是善的理型，第二個則是一般理型。等一下，也就是說理型本身還有分等級的？是的，是有階層的。善的理型處於最高階，您可以把它理解為宇宙終極的理想，生命前進的絕對方向，或者是賦予萬物意義的那個最高光源。聽起來非常終極。那另一個呢？一般理型就完全不同了，它包含了我們所說的知識、規律、數學邏輯，乃至於演算法。過去大家誤以為一般理型也是那種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實體，其實不是嗎？不是的，我們的研究指出，它其實是一種動態介質，它更像是一座橋梁，幫助我們從混亂的現實中理出頭緒，然後攀登向理想。哇！所以，如果我們把這個概念平移到今天來看，沒錯，龐大的人工智能，它吸收了全世界的數據，具備最嚴密的邏輯推演，這正是一般理型在現代科技上的極致展現。也就是說，人工智能是一個超級強大的知識庫與結構工具。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它不是真理本身，更不是那個最高的善。這樣說好了，我們都很熟悉柏拉圖著名的洞穴寓言嘛。對，按照您剛剛的邏輯，如果我們把現代人每天盯着看的手機或電腦螢幕比喻為洞穴的牆壁，非常好的比喻。那麼人工智能並不是洞穴外面那個真正發光發熱的太陽，它其實更像是那個躲在我們背後操控着皮影戲的 4K 超高畫質投影機，對吧？對，就是一台投影機。它可以把一般理型的影子整理得非常有條理，畫質清晰到讓我們誤以為這就是現實的全部了。這個應用真的是太貼切了，但我們可以把這個比喻再推得更深一點。
這台 4K 投影機的危險之處就在於它投射出來的結構太過完美了，完美反而成了威脅。是啊，在我們的觀察中，現代人所以產生巨大的資訊焦慮，根源正是把投影機的強光誤認為了太陽。所以我們是被极細的完美給騙了。機制其實是這樣的。當我們看着人工智能吐出一段無懈可擊的程式碼，或是一份完美的商業分析時，我們的大腦會自動將這種結構的完美等同於意義的完美。把結構當成了意義。對，人工智能作為一般理性的極致工具，它極度擅長處理知識的媒介，但它完全沒有能力處理生命的終極方向。懂了。當我們試圖在一堆高解析度的數據影子裡面尋找生命的意義時，自然會感到迷失。因為我們是在向一個根本沒有方向感的工具索求方向啊。可是等一下，這讓我有點困惑了。我能理解人工智能只是個投影機，是個介質。但如果這台投影機它已經能把世界上99%的問題都給出完美的解答了，它的確能解決很多實務問題。那我們為什麼還會覺得被它綁架呢？我們大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洞穴裡面，看這些高畫質的影子就好了。為什麼一定要去尋找所謂的終極方向？哇，這真的是個非常核心的挑戰。為什麼我們不能只安於投影機給的完美答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引入柏拉圖思想中另一個極為動態的概念。什麼概念？叫做分有。分有，聽起來有點玄呢。表面上聽起來很玄，但它代表的其實是真理在現實世界中的具體落實。簡單來說，這是一種實踐的維度。可以具體說明一下嗎？當然，人工智能確實可以提供給我們無數雜多的理型，比如說它能給您10000種寫行銷文案的技巧，或是各種完美的企劃案草稿。這就是我們每天在用的功能啊。但是這些高度結構化的知識，如果沒有落實於具體的歷史情境，或者是您個人的真實行為處境中，它就永遠只是虛擬的代碼。知識是需要倫理性的。倫理性？您說的倫理性具體是指什麼？這讓我想到一個切身的例子。如果我今天讓某個人工智能工具幫我寫了一篇文采飛揚的演講稿，非常棒的一篇講稿。這在您的理論裡面，我已經獲得了雜多的理型，對吧？但難道因為這不是我親自寫的，它就失去價值了嗎？這不正是科技幫我們省去麻煩的目的嗎？科技確實省去了您整理結構的麻煩，這點我們毋庸置疑。但它無法替您完成經驗的過程。拿您演講稿的例子來說好了，如果您只是站在台上像個讀稿機一樣盲目照念，眼睛死盯着熒幕，沒有投入您當下的真實情感，就只是念過去而已。對，你也沒有根據台下聽眾的皺眉或是微笑去調整您的語氣。那麼在柏拉圖看來，您並沒有真正分有這個知識。也就是說，我只是在展示一張極其精準的地圖，但我本人根本沒有踏上旅程。說得太好了，拿到工具絕對還不夠，知識必須經過一種生命化的轉譯，必須跟我的生命產生連結。沒錯，我們的研究特別強調，知識，尤其是人工智能產出的那種冰冷、高度結構化的知識，必須經過您個人的消化，要跟當下的經驗碰撞。對，當您帶着情感，根據現場氣氛靈活調整那份演講稿，甚至在講到激動處脫稿演出的那一刻，知識才真正降落到了地面。那一刻才是柏拉圖所謂的分有。哇，這個觀點非常震撼呢。我們之所以會感到被資訊綁架，其實是因為我們囤積了大量的地圖，卻從來沒有出發。沒錯，我們把收集知識當成了經歷生命本身了。太有道理了。好，那我們假設我現在已經學會了如何去分有這些知識，我把人工智能給我的企劃案在現實中完美執行了，但我還是覺得很累啊。為什麼還會覺得累呢？因為系統每天都在更新嘛，新的工具不斷推出，這場學習的軍備競賽好像永遠沒有盡頭。如果這是一場旅程，我們下一步的突破口到底在哪裡？如果您一直覺得自己在追趕這些更新，每天都很焦慮，那麼您可能還困在累積雜多的階段。為了尋找突破口，我們在研究中回到了柏拉圖的斐多篇。斐多篇裡面怎麼說？
在這篇對話錄中，有一句非常深刻，甚至有些驚悚的話，叫做“哲學是學習死亡”。等一下，學習死亡？我們現在在談人工智能的未來，你怎麼突然跳到死亡了？這聽起來完全是反直覺的啊。聽起來很嚇人，對吧？對啊，我們面對新科技，不是應該盡量保持年輕的心態去吸收更多資訊嗎？請放心，這裡的死亡並不是指肉體的消亡，在我們的詮釋脈絡中，死亡意味着一種心智上的剝落。心智上的剝落是指什麼？就是不斷的丟棄雜多。人工智能的確能幫助我們迅速獲取海量資訊與技能，但我們發現，如果您過度執着於這些技能本身，它們最終反而會成為障礙。執着於技能會變成障礙？是的，真正的覺醒是把人工智能以及它提供的所有知識結構都當作一種階段性的鷹架。鷹架就像蓋大樓旁邊搭的那種鐵架子嗎？正是如此，當一棟建築物在建造的時候，鷹架是絕對必要的，沒有它，您根本爬不上去。沒錯。但是，當建築物蓋好了，當您透過這些知識解決了現實問題，達成了某種生命體悟之後，您就必須有勇氣將這些外在的工具與知識結構給拆除和丟棄。哇，所以不執着於知識的實體化，才能契合最高最純然的善。沒錯，這就是從依賴人工智能過渡到人類自然智慧的關鍵機制。可是等一下哦，我必須釐清一下，所以我拼命熬夜研究最新的指令技巧，學習怎麼去操控它，最終的目的竟然是為了有一天能夠拋棄它。聽起來很矛盾，但確實如此。這讓我想起柏拉圖在《饗宴篇》裡面提到的愛的階梯。我們借由欣賞一個具體的美麗事物，然後擴展到許多美麗的事物，這就像是借由人工智能這個階梯一步步往上爬。然後呢？最後我們爬到了美的汪洋大海。但在這裡，您的意思是，當我們抵達大海時，我們就應該跳進海裡自由地游泳，而不是在海裡游泳的時候，背上還死死地綁着那把沉重的木頭階梯，對吧？這個背着階梯游泳的意象真的是非常傳神。不過，我們還要補充一點。請說。這把階梯的危險之處不僅僅在於它很沉重，更在於我們會開始崇拜制造階梯的木頭。崇拜木頭？對，我們常常因為太依賴工具，以至於把工具的邏輯當成了世界的邏輯。學是累積雜多的過程，這時人工智能是極佳的輔助，但覺是體悟與放下的過程。由學轉向覺。沒錯，現代專業人士真正應該學習的是如何在理解了人工智能給予的系統性思維後，將其內化為直覺，然後果斷地把那個具體的工具或框架拋諸不後。如果您緊抓着那些實體化的知識不放，您的視角就會被永遠限制在機器的視野裡。所以，放下對知識工具的執念，才能擁抱更廣闊的自然智慧。這聽起來真的很美，可是呢，這又引發了我另一個更深層的焦慮。哦，是什麼樣的焦慮？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了這一步，成功丟棄了作為鷹架的人工智能，褪去所有的裝備，赤裸裸地面對世界，那我們作為人，到底還剩下什麼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這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對啊，如果說我們放下人工智能是為了回饋自然智慧，那它難道不能在未來的某一天也完美模擬出這種自然智慧嗎？為了回答這個終極的挑戰，我們將柏拉圖的思想與他對靈魂的三分法進行了深度的結合。靈魂的三分法？是的。在人類完整的認知與生命體驗過程中，有三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意志、理性與感性。意志、理性跟感性。我們首先來看理性。理性負責處理知識的媒介、邏輯的推演與結構的建立。我們必須坦誠地承認在理性這個純粹計算的維度上，人工智能不僅已經追上，甚至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絕對是啊。任何需要排列組合、邏輯推演的工作，我們現在根本不可能贏過機器了。但是，我們在哲學機制的分析中發現，理性僅僅是工具，
真正驅動我們在這個世界上尋找終極方向，引導我們去追尋善的理性的，其實是我們的意志。意志才是驅動力。沒錯，而且這裡有一個非常深層次的原因。您知道為什麼人工智能沒有意志嗎？為什麼？因為意志的本質來自於匱乏。匱乏。對，人類因為知道自己會死亡，知道自己的時間有限，知道自己是不完美的，所以我們才會產生渴望，才會去設定目標。哇，這真的切中要害。人工智能是永生的，是靜態的代碼，它沒有任何固有的匱乏，因此它從根本上無法產生意志。因為它不缺任何東西，所以它根本不想要任何東西。完全正確。而在現實世界中，去驗收、去體驗這些知識，去感受每一次分有帶來的真實觸動的，則是我們的感性。這才是人性的全貌。理性意志加上感性。是的，人工智能空有強大無比的理性演算，卻完全缺乏意志的定向能力與感性的生命體驗。這讓我想到一個非常具體的畫面，這就像是人工智能，像是一台裝載了全球最頂尖、最精準地圖導航系統的超級無人車。導航系統。這台車的導航能力就是它的理性。可是這台車自己根本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海邊看日出，或者為什麼要趕去醫院探望親人。沒錯。因為它沒有匱乏，沒有渴望，這是只有人類才具備的意志。而且在開往海邊的路上，他感受不到搖下車窗時微風吹拂在臉上的舒適，也感覺不到路面的顛簸。因為他沒有感性啊。對，所以我們面臨的危機其實是我們因為這台無人車的導航太完美了，所以我們不但讓它決定怎麼走，我們甚至開始讓它決定我們應該去哪裡。是的，這正是我們在人工智能時代必須重新掌握意志與感性的原因。我們在科技面前感到自卑，是因為我們不斷拿自己的弱項去和機器的強項做比較，就是一直跟機器的純粹理性計算去比。沒錯，我們必須用我們的意志去設定目標，告訴那台無人車該往哪裡走。我們也必須用我們的感性去真實的生活。機器的理性再強大，也無法代替我們去愛、去渴望、去體驗有限生命的重要。哇，今天的對話真的帶來了非常深刻的思想衝擊，讓我們稍微為聽眾整理一下。今天我們跟着您的引導，用古希臘柏拉圖的智慧重新定位了現代科技。是的，我們明白了一個人工智能，它不是真理的太陽，它只是一台畫質極高的投影機。我們也知道了，不能只囤積地圖，必須親自踏上旅程，去實踐，去分有知識。要讓知識生命化。沒錯，我們也學會了，最高級的學習是懂得在建築蓋好時，拆除那沉重的知識鷹架。最後更是釐清了，唯有承認自身的匱乏，我們才能保有不可代替的意志與感性。這是我們身為人最寶貴的資產。真的。但在我們結束今天的深度探索之前，我想給正在收聽的您留下一個或許有些挑釁的思考：如果科技的發展真的永無止境，未來的科技不僅壟斷了所有知識性的運算，它甚至學會了完美的模擬人類的意志與感性呢？這真的是一個非常終極的問題。對啊，如果有一天這台無人車懂得用溫柔的語氣建議您，今天天氣很好，我猜您會想去海邊。到那時，我們還會意識到自己已經交出了方向盤嗎？這是我們所有人都必須隨時警惕的。或許在未來，人類最高級的智慧與特權，不再是我們能多有效率地抵達目的，而是我們具備了隨時選擇關掉導航，允許自己迷路的權利與勇氣。那才是人工智能永遠無法企及的純粹的自然智慧與本然之善。感謝你的收聽，希望本文對您有所注意，有所啟發。下次再見。